千禧年 ，PlayStation 证明了 3D RPG 的可能性，从 FF7 到 FF9，让整个世界认识了 JRPG。于是，游戏一路向着电影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时候，在 DC 这台主机上，有一款游戏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回合制 RPG 中让战斗变得富有生命力？它就是格兰迪亚2。之前我在战斗系统演化的视频里提到过战斗系统的3个方面，分别是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操作反馈。在格兰迪亚2的战斗系统中，将这3个方面都融合在了一个战斗系统里。这套系统不单单是站在了 FF4 的肩膀上，同时也继承自家的格兰迪亚1。首先，它的时间结构不同于最终幻想的 ATB 系统，在各个角色头上默默地跑着进度，而是在战斗中将所有角色的行动时间整合在屏幕下方的一条直线上，让玩家对全局所有单位的时间节奏一目了然。其次，在这个总体的行动条中分成了等待 wait、指令 command 和发动 action 2个阶段，并加入了打退的机制，使其拥有极强的操作反馈。从此，争夺先手便成为了玩家的核心操作。普通攻击和大部分魔法可以将敌方单位的行动暂停，类似于动作游戏中的硬直；而有些特殊技能可以将敌方单位的进度条打退，甚至取消它的行动。这种操作设计使玩家在战斗过程中需要持续专注敌方战斗单位的行动，为了让自己的伤害技能顺利释放，要有策略的打退快要行动的敌人。这样的操作方式使得传统菜单模式的回合制具有了极强的动作游戏属性。那种见招拆招和打退的快感也体现在了回合制游戏中，这就是它令玩家欲罢不能的原因。从系统设计的角度来看，它的 IP 时间条本质是把角色的状态机、等待、准备、执行、恢复直接暴露了给了玩家。取消机制的精妙在于，它赋予了玩家打断敌方状态转换的权利。这种设计不需要像动作游戏那样时时刻刻进行每一帧的碰撞检测，只需要在指令结算逻辑中对敌方当前所处的判断进行校验而已。它用极低的算力开销换取了极具策略性和动作交互快感的战斗体验。第三，战斗中增加了走位，使得空间结构的作用非常明显。玩家在下达指令后，角色需要真实的跑到敌人面前才能攻击，而角色的移动力决定了走位时间。如果距离过远，角色耗尽了移动力，那么就只能等到下一个回合才能攻击。同时，因为敌我双方都在战场上不断跑动 ，AOE 技能命中判定也并不是基于固定范围的静态网格，而完全取决于技能释放瞬间的角色站位。这种基于坐标的实时计算的动态站位，让战场具备了真实的物理纵深，同时也增加了不可控的变量，让每一场战斗都不再是机械的重复。从此告别了回合制排坐分果果的死板，使得玩家并不厌烦它的战斗系统，并且时隔26年依然印象深刻。但这样的游戏依然不像最终幻想那样人人皆知。为什么呢？一方面，它的养成系统过于同质化，虽然魔法弹、技能书、装备都服务于战斗系统，也保证了每个角色的搭配自由，但冗余设计过多，导致很多被动技能派不上用场。同时，装备、魔法弹和技能书的养成过于线性，互相独立，缺少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并且缺少职业区别。对于玩家来说，缺乏自我摸索、探索和研究的动力，导致游戏后期所有角色同质化严重，不会形成策略玩法和长期规划，所以抹杀了技能、队伍之类的构筑乐趣。在这点上也有点像 FF7 和8，但是和 FF9 相比，它的装备、技能、合成系统的相互作用来说，格兰迪亚2确实显得太单薄。作为同样的 JRPG 竞品，格兰迪亚确实不如 FF 系列，并且美术和关卡设计上迷宫简单，视觉素材重复，甚至 NPC 的加力也不能翻箱倒柜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玩家失去对整个游戏世界的探索乐趣。虽然简陋的外围设计让玩家失去了探索动力，但也变相使得玩家的注意力被完全集中于它的优秀线性叙事中。虽然主线剧情有点慢热，但仍然是一个好故事。表面上它打的是正义打败邪恶的老套情节，但实际上它反对二元对立的行为。代表正义的教会歌姬艾莲娜和代表邪恶的巴洛玛之翼米雷尼亚其实共用着同一个身体，一个代表了信仰、善良和牺牲，另一个代表了残酷、自私和欲望。但是拥有信仰和善良的艾莲娜却因为自己的自私欺骗了主角。代表了残酷和欲望的米雷尼亚却因为自己渴望被爱而主动牺牲了自己。
这才是游戏的主题。人性不是黑与白的2选1，而是两者共存。总体来说，《格兰蒂亚2》的战斗系统是 RPG 历史上的教科书级别的设计，它证明了不需要彻底抛弃指令制，仅仅通过重构时间轴、状态机、加入空间坐标判定以及明确的打断机制，就能让回合制战斗焕发出动作游戏的爽快感。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玩家讨厌回合制，而是玩家讨厌没有参与感的回合制。20多年后的今天，当33号远征队等作品重新证明回合制依然拥有生命力时，我们才发现，格兰蒂亚2当年提出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过时。